唉，说起来这世道真是比川剧变脸还快。眨眼间，昨天还在桌上拍板的硬汉，今天就成了打不赢的怂包。你说这世事无常，是不是比我们老家的天机还难测？这不，美国那边一句话，地球这头就跟着打了个冷颤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话说回来，前阵子那外交部发言人名字里带个剑字的，那叫一个宝剑出鞘，锋芒毕露啊。美国一说要加关税，10%不够还要25%，要雷厉风行的收拾咱。这剑字辈的立刻就跳出来了，嗓门一开，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辞严，要打，来啊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中国人民从来不怕鬼，不信邪，霸凌那一套找错对象了。听听，多硬气！仿佛下一秒就要上演功夫里的包租公包租婆大战，那时候连那大力神都跟着喊话了。我们准备好了，渴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。这气氛简直就是好莱坞大片的前奏，就等着看谁先眨眼。结果呢，戏剧性的转折来了。没过2天，这剑字辈的突然改口了，说啥关税战、贸易战都打不得。后面那句更是让人跌破眼镜，因为打不赢。哎呦喂，这简直就是自己揭自己的短啊！这位置还要不要了？第2天还能不能上班？当时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仔细一琢磨，才算明白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原来啊，这美国人也不是吃素的。这边剑字辈的刚放完狠话，那边美国人就甩出了个大招 ：AI 控制核武库。你没听错，是 AI 控制核武。以前那核弹发射啊，得一堆人围着控制台，咔咔咔输入密码、坐标，一套流程下来复杂得很。可人家美国人说了，以后有了 AI 一个按钮，甭管是空中、地面还是潜艇，核弹随时能发。这叫核3位一体，但操作方式简化到一键发射。你想想，要是哪天情绪不稳定的老川普心情不好，是不是真就手一抖给按了？虽然是玩笑话，但这吓唬人的效果绝对是杠杠的。而且人家美国人还琢磨出了核取证这玩意儿，意思是说，你敢用核弹炸我，不管是谁，就算炸得粉身碎骨，哪怕只是一点点放射性尘埃，他们也能给你分析出来是哪个国家的核弹。这可真是让人脊背发凉啊！以前核弹发射出去还怕没人承认，搞个发射即遗忘。现在可好，就算你炸了就跑，人家也能顺着指纹把你给揪出来，然后一键反击。这招听着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高科技破案，让人不得不服。光是核武恫吓还不够，美国人还玩起了天降神兵的把戏。他们说未来可以用伊隆马斯克的星舰运送士兵，你敢信吗？从加州到日本冲绳只要半小时，还能载运上百吨的货物，上千号人，而且不需要补燃料，不会被击落。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你指定地点，这简直是科幻电影的场景，让人惊掉下巴。虽然最近星舰发射是炸了几回，但这雄心壮志真让人不得不佩服。除了星舰，还有那全球霸王运输机，速度快，载量大。美军的部署也变了，以前把海军陆战队往后撤，现在呢，他们觉得那是走错路了，重兵要压在第1岛链，直指中国。各种最新的导弹系统，最精锐的 F 系列战机都往第1、第2岛链部署。这架势就像是摆明了车马要跟你决一死战。老川普这招数可真是多啊，不仅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还玩起了借刀杀人。
你看现在，老习那叫一个头大，手下的外交官们一个个都出了错。原本以为老川普会搞孤立主义，结果呢，全世界的国家都跑去朝贡老川普了，还送礼物，连印度这难搞的角色都跟美国走得近了，甚至都能拿到 F-35了。F 到35啊，那可是涉及卫星系统的尖端武器，印度能拿到，说明他跟美国关系不一般了。这简直是把老习的心都给伤透了，感觉全世界都在出卖他。更离谱的是，连非洲的卢旺达这个曾经被中国手把手教军事秘诀的好兄弟，现在也开始不讲武德了。你没听错，中国派教官去教他们踢正步，教他们中国功夫，连喊口号都用中文，把他们训练成了热带版小解放军。结果呢，这些小解放军竟然跑去攻打中国在刚果的矿产，这不就是自己养的狗反过来咬自己一口吗？而且人家还有中国提供的倚天防空导弹、红箭反坦克导弹，把刚果的雇佣兵打得落花流水，这可真是中国功夫对付中国人。你说这气不气人？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真是被边缘化了，你说那老习能不气吗？黄岩岛被美军飞机飞过，南海被澳洲侦察机晃悠，台海美军舰艇也照过不误，简直就是把你当小孩看。菲律宾也开始向印度买导弹了，目的就是对付中国的飞机。这一个个的都赶着趟儿的跟美国抱团，把中国孤立起来。老川普真是步步为营，一边跟人家谈笑风生，一边却在亚太地区调兵遣将，把矛头直指中国。那感觉就像是跟你握手言欢，背地里却把刀架在你脖子上。老川普不仅对外强硬，对内也搞起了大清洗，连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都能和商船对撞，精锐的电战机也坠海，甚至有飞行员因为性别配额飞行时数不够就上岗。这简直是把美国军队的家底儿都给掀出来了。老川普派人去清洗政府相关部门，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，确保军队的战斗力。他这人啊，就是那种要做就做到极致的狠角色。现在老川普的野心是越来越明显了，他就是要制霸全球，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。你看，他在印太地区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太平洋上还搞起了一条龙式军演，从攻击、运补到维修，样样都练，摆明了就是要冲着中国来。这可把老习给搞懵了，经济上被打击，军事上被围堵，简直是兵临城下的感觉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老习竟然会骂自己的智库和外交部长王毅。他觉得这些人对老川普 2.0 时代的判断完全是错的。日本首相不来，印度总理跑去美国，俄罗斯也跟美国走得近了。王毅当初说的孤立川普根本没实现，反而把自己给边缘化了。这老习的压力啊，那是真的大，感觉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憋了一肚子的火，看到谁就骂谁。这美国国防部长也说了，要跟印太盟友合作，让大家明白中国构成的威胁。这不就是明着搞拉帮结派吗？老川普这人啊，表面上说跟老习是好朋友，私底下却一直在为冲突做准备。你看他搞了多少军演啊？红旗演练是攻击，竹鹰演练是运补，北方演习是协同作战，都是针对中国。甚至还出动了 F-22 和 F-35这些最先进的战机，连大象走路都给你秀出来了，简直是肌肉满满，火力全开。更厉害的是，美国人连维修技术都让人大开眼界，他们把2架报废的 F-35战机拼凑成了1架，成本只有600万美元就能重新上天作战。这技术简直是神乎其技，就像变魔术一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就算飞机被毁了，也能很快修好再投入战斗。
这 F-35啊，还搞了个大集合，把所有拥有 F-35的国家都叫过来一起演练。未来就是要形成一个 F-35的包围网，把中国围得严严实实。除了装备升级，连人都能升级。你见过那头戴式装置吗？戴上之后，整个地图、友军位置、敌人方向都能实时显示，还能监测你的身体状况，甚至给你规划最佳路线。这简直就是一级玩家里的场景，让你在战场上就像开了透视挂一样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这套系统在演示的时候，背景图竟然是台湾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早就把台湾当成了未来冲突的火药库，提前布局了。现在中国真的是被边缘化了，在中东没你的事儿，乌克兰没你的事儿，连巴拿马都退出一带一路了，加拿大也开始跟中国切割了。老习这下可真是孤家寡人了，没人能帮他。而且现在老川普还对中国经济痛下杀手，加征关税，禁止洗产地，这简直是要断中国的手脚啊！你看，广州的商铺空荡荡，上海的机场冷清清，房产也空置，中国的经济问题真是前所未见。更让老习头疼的是，连华尔街这中国在美国最大的朋友也要被斩断关系了。以前华尔街支持中国是因为中国市场大，有利可图，现在老川普要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，禁止基金投资中国企业，甚至瞄准香港，要斩断美国和香港的关系，这简直是要断华尔街的经脉啊！你想想，要是阿里巴巴、抖音这些公司都下市了，华尔街得损失多少钱？而中国这边呢，却把黎智英给抓了，一关就是好几个月，甚至到明年都不知道能不能出来，这简直是破罐破摔了。他就是要告诉西方世界，香港没有回头路了，没得谈了。而且抓黎智英的时机点也很妙，就是在美国大选刚结束，老川普确定下台之后，这意思就是趁着拜登还没上台，先把香港的事情搞定，这样以后谈判就能多一个筹码。但是这种战狼外交的风格，其实也让中国外交部内部的人找到了升官发财的门路。你看那华春莹、耿爽、赵立坚，一个个都因为说话够硬够战狼，反而得到了提拔。这不就是鼓励大家骂得越凶越能上位吗？这种风气啊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说到底，老习现在面临的困境，就像是被一个高手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军事上被围堵，经济上被制裁，外交上被孤立，手下的人还老是误判形势，这真是让人不禁要问，这未来的中美关系到底会走向何方？是继续对抗，还是会有新的转机？